少林寺总教头一记霸气的飞膝，直接踢碎了对手的头骨。这个少林总教头名叫谢维，擂台上战术全面，打法强悍，经常以出其不意的招式 KO 对手。就连13年没有败过的韩国不倒翁金大焕都被他爆肝拳 KO 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少林武僧。他在少林寺练习武术，因为出色的表现，被老方丈钦点为少林总教头。下山之后转战综合格斗，后成功签约完冠军赛，5场比赛全部 KO 对手获胜，因此有着猎人的称号。此战他的对手是印度高手阿加萨，在当的排名第3，绝对是地面上的高手。谢维势必会全力以赴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谢维步伐上逼近对手，两人来回的步伐移动，双方移动都很灵活。阿加萨并不擅长打站立，而他的目的也非常明显。比赛开始10秒钟的时间，就想直接抱摔谢维，要防止对方做一些主动的抱摔。10秒钟就想摔谢维，对，太明显了。不过谢维呢也擅长摔跤，对，漂亮，打跟进。刚才那一拳把对手撂倒之后呢，在对方地面时那一拳打力也够准，不错。还是尝试下潜抱单腿，是谢维防摔做得不错，这下躲掉了，再逃，再转过身来，被对方压向龙边。处理的整体还不错啊。一番纠缠下，谢维将阿加萨按在围拢边，对手抱摔的频率还是很频繁的。阿加萨还是不放弃抱摔，半腿摔将谢维按在地上。谢维挣扎着想起身，不得不说阿加萨抱摔的能力真是强悍，不愧是柔术高手。谢维的应对措施也很出色，不断的往后移动，依靠着围拢边成功起身。是谢维这下要防住，不要那么容易被对方再次带进地面，把背顶向龙边。阿加萨呢，他不只是传统的我们说古典跤、自由跤的这种选手，他的柔道的这种技术，我们刚才也能感觉到。是，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柔道选手，加上一个摔跤好手。这场比赛摔跤选手间的较量好看了，挺有意思。阿加萨带摔，直接将谢维摔在地上，这绝对力量真是强悍。谢维在防摔上也很有一套，起身的速度很快，不跟对手在地面过多的纠缠。毕竟他在地面上有很强的实力，还是回到擂台中央跟对手打站立。毕竟是在少林寺练习过功夫的，在拳脚的运用上还是很棒的。谢维步伐上紧跟对手，而阿加萨还是主动下前抱摔。场边也在提醒谢维尽量先把阿加萨的手给打开，把胳膊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，把腿呢先沉下来以后，再跟对方去角力。Action！ 阿加萨瞬间的一个重心下沉，再次放力。谢维反应能力真是强啊！坐在对手身上转变身位，成功挣脱对手控制，随即趁此机会赶紧重拳砸击，连续的组合拳攻势让对手落荒而逃。看样子这场比赛两人是棋逢对手了。阿加萨似乎就不打算跟谢维打站立，不是在抱摔就是在抱摔的路上，意志力真是坚强。但是阿加萨呢，在过去的1分半钟的时间，可以说耗费了很多的体能啊，打得也很辛苦。没想到他觉得自己很能摔了，碰到一个对手防摔这么厉害。谢维今天呢可以不摔你阿加萨，但是你阿加萨肯定没那么容易摔倒我。阿加萨在站立上根本不是谢维的对手，只能通过不断的抱摔打断谢维进攻的节奏。防抱摔精湛的谢维不打算给他抱摔的机会，阿加萨紧盯谢维下盘，一有机会就是抱摔动作。谢维眼疾手快的进行防抱摔，想将谢维摔在地上那是不可能的。站立打不过不说，就连拿手的柔术也被克制的死死的。谢维精准拿捏阿加萨，明确对方有对方的优势，而且谢维呢理解对方的优势，根据你这个优势做出我的比赛策略。谢维这场比赛赛前肯定是从一个摔跤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比赛，他们对手可能会怎么打。是，
必须要说前面的这个4分多钟时间是非常高水平、非常绚烂的4分多钟，没错，两个人都有很好的表现，两个人有着很出色的交感，而且呢，在比赛当中也运用的相当成熟。首回合最后半分钟的时间，两人还是在围拢边纠缠，阿加萨抱摔没有一次成功的，只能将谢维按在围拢边，限制他的移动空间。谢维不打算跟对手过多的纠缠，顶膝对手推开他，拉开身位。经过Conor 的指挥呢，也是避免在笼边和对手过多的纠缠，通过膝撞重新回到圆笼的中央。接下来的下一回合，谢维可以考虑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进攻方式呢，去打破对方的一个下潜抱摔的一个主动进攻的欲望啊！刚才的那一下轻轻跃起，这是非常高级，这个转换非常的到位啊，非常高级。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二回合，上回合两人打得很是焦灼，一个一直在抱摔，另一个则一直在防抱摔。这回合刚开始，阿加萨也没有主动抱摔谢维了，上回合的每一次抱摔都被谢维防守住了，阿加萨心里可能都快憋屈死了。谢维主要还是站立打击，而对手在站立上没有一点优势，获胜的一个取胜之时。就如果能够加强一些站立的比重，或者说在对方做下潜抱摔的瞬间做一些提膝的正面迎击的话，那可能谢维会能够将对方击倒在地，甚至补拳了。是，谢维啊，少林武僧啊，在少林寺真的练了4年啊，少林武校，14岁学到18岁。两人在站立上开始对拼，站立上谢维完全占据比赛主动权，紧逼对手开始施展拳脚。谢维的技术确实很强，在中近距离的打击真是精彩，谢维就应该这样打，在站立上拿到绝对的优势，地面上也不给阿加萨抱摔成功的机会，而谢维在站立上的进攻确实很强，阿加萨根本承受不住，只能再次实施抱摔。漂亮，连续膝撞，哇，还有一个进体抬肘，没错。还是回反架，谢维呢用自己的前手臂去控制对方手部动作。这场比赛的话，谢维应该不会去主动去摔阿加萨。上回合阿加萨不断的抱摔，也让他的体能消耗比较严重。这回合进行到这里，阿加萨抱摔的频率比上回合减少很多，可能也是清楚的知道，即便抱摔再多次也不能成功。要是再像上回合那样打的话，只会增加很多无谓的消耗，不仅不能给谢维造成什么伤害，还会让自己陷入到更加被动的局面。可能还是要寻找机会，对他来说，你看，利用你进攻的机会，不然的下潜，防守真好啊。谢维在进攻的时候呢，随时也关注着对方的动态。这场比赛谢维的备战肯定是和梁辉一起完成的，因为他的这个对手和梁辉的身形来看有点相像，啊。梁辉只要多做一些主动的抱摔去试探谢维，其实日复一日这么训练下来的话，对阿加萨整个身形看上去比谢维强壮不少，力量上也是很强悍的。阿加萨并没有站立上还是很被动，他只有地面上的技术，站立上要是跟谢维正面硬刚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谢维 KO。毕竟谢维猎人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。阿加萨一直在围拢边缘游走，谢维则是穷追不舍。不过阿加萨的步伐移动还是很灵活的。这次抢到了谢维的一边单腿，漂亮。这回是把谢维带进地面了，但是重新起身，谢维那下的反应也非常的迅速。阿加萨抱住谢维的单腿，在围拢边也没有什么动作，一时间陷入到了僵持。谢维防摔技术真是强悍，同时他的拳法也非常了得。不过阿加萨进攻的手段就很单一，将谢维按在这个位置之后就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。不过这也算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抱摔了吧，最起码手中还抱着谢维的单腿。在这个笼边的相持里，哪怕打一些这个像我们说这当拳也好啊，没错。
阿加萨呢，可以说他的战术目的很明确，当然也可以说他比赛当中的一些计划太单一。是啊，终于等到台裁的介入，30秒。谢维争取打出几拳，有说服力的进攻。这回合时间快到了，两人开始在站立上换拳。这时候就是谢维打绝对优势了，阿加萨也不敢近身抱摔了。漂亮啊！提膝漂亮，对面闪的也精彩。我感觉阿加萨是要做下潜抱摔。阿加萨的额头什么时候开的？开了一道好大的口子，就在10秒钟。哪个动作呢？他这个创面应该要接受蛮长时间的处理的。两个人分开的瞬间吗？这是之前谢维的那下扫踢。中场休息的时间，注意看阿加萨的头骨已经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大伤口，看着非常触目惊心。最终阿加萨团队也是放弃了比赛，这也是为了选手的生命安全着想。谢维那一脚真是强悍，直接将阿加萨踢成重伤。谢维就这样赢下比赛胜利 ，TKO 对手获胜。大家觉得谢维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谢维也没有让对手占到太多的便宜。这场比赛面对的是和自己风格非常相近的选手谢维。是这一拳啊！这一下，髌骨在对方的左侧的头顶这边呢开了一道口子。击撞的过程当中，